最聪明的魔鬼到底会用什么方法，好让我们因此误信谎言，并渐渐的远离神呢？又有什么方法可以识破这伎俩，而避免这事情发生呢？大家好，欢迎收看好物说书。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小心魔鬼很聪明》，邀请你乘坐知识列车，一同来发现答案。在创造天地之前，神便创造了许多天使，让他们能够与他一同见证大地初开的美好。而在大地根基安置，角石安放，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都在欢呼的时候，那本在伊甸园中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且佩戴着许多美丽宝石的天使长，却一心想要与神同等而发动叛变，带领愿意与他同行的天使一起向神宣战。可是最终他还是被砍倒在地上，推出伊甸园，像闪电一样坠落到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成为世人皆知的魔鬼，名为撒旦。即使撒旦在极深之处，他也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在地上制造混乱，派出各样魔鬼来扰乱人心，并发生偷窃、杀害或毁坏的事情，好让人们因此而不信或怀疑有神，或者信有神却选择远离他，并放弃这信仰。而这些方法可从以下几点来一探究竟。第一个，最聪明的魔鬼不是用各种方式来害人跌倒，他反而喜欢以名利、权势与威望，让那些被引诱的人们走向通往地狱的康庄大道。第二个，最聪明的魔鬼不会用偷窃、杀害、毁坏等较容易让人察觉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他反而是用间接、平和、难察觉且误导的方式，让人们觉得他们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神的恩典，他自己就可以靠着自己守律法，做好人的方式来拯救自己，过上人人称羡的好生活，慢慢的就成为自高自义、自以为是的人，活在四周充斥着虚情假意的生活当中而迷失自己。第三个，最聪明的魔鬼不会要门徒们以不读圣经、不敬拜、不上教堂的方式来远离神，他反而会鼓励门徒们转向定睛在最高层次的属灵责任上，好让他祷告都非常的属灵，并去关心双亲、家人、亲朋好友的灵魂是否有得救，但却忽略了在家庭与生活上真正需要他帮忙的事情以及他该尽的责任。第四个，最聪明的魔鬼不会阻止人们去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反而希望他们可以养成习惯，让在教会的人们开始追求流行，夸耀外在条件，甚至分党结派，好让教会转变成为通往地狱的门口。第五个，最聪明的魔鬼会唆使人们将恶意导向天天会见面的邻居、同事或家人，但却把善意抛向那些不认识的人。如此一来，恶意就彻底落实，而善意只会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或者是鼓励人们保有恶行却摒弃美德，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第六个，最聪明的魔鬼希望人们可以不切实际的空谈理想，逃避在现实生活中所要面对的问题与责任，沉溺过去，担忧未来，并且无法在当下屈膝祈求可以有面对困境的胆识与智慧，好让他们可以一直陷入在虚妄当中，远离永恒。第七个，最聪明的魔鬼不会麻木人们的羞耻感，反而会增强它，好让人们在感到脆弱而选择逃避时，更容易感到痛苦而陷入绝望当中。慢慢的，他们便会开始怀疑神的良善和能力，
除了否定神的存在外，他们也会开始相信自己其实是与神的爱隔绝的谎言，便渐渐的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在受到魔鬼的试探和引诱后，他们就会开始沉溺于罪恶之中，最终被魔鬼所吞噬。第8个，最聪明的魔鬼喜爱误导人们对于真实的看法，好让人们没有能力可以分辨出何谓真实，何谓谎言，深陷在迷雾当中，而无法看见光明。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就是小心魔鬼很聪明的书中精华。若想知道更多书中内容，欢迎到书店选购。最后，谢谢你的收看，愿在神的同在下，让你每天都过着健康、平安和喜乐的生活。好好说书，我们下次见。